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第一个是孙大武重判18年，家人高管同罪；第二个是南京疫情陡升，155感染，4重症第三个是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有多强硬，我们来谈谈秦刚的情况。那么先说孙大武案，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法院7月28号判处大武集团创办人孙大武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11万。他的罪名包括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碍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一起野蛮的审判。除了对孙大武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判刑之外，野蛮之处在于法庭除了审判孙大武，还对他的企业高管和他的家人进行审判，其野蛮粗暴程度超越了封建社会的连坐。封建社会连坐也就是家人他把他的高管一起抓进来那么孙大武一案20个被告人，6个缓刑14个判刑，最高刑罚是孙大武自己18年。那么孙家3兄弟包括孙大武的儿子都是判刑那么刑期是最高的，就是他们一家3兄弟那么大武集团大武农牧集团罚金3050万，追缴违法所得1447万退赔非法集资10亿就是要把它灭掉就这意思然后是孙蒙12年，孙德华12年，孙志华9年，然后张平4年6个月，刘平3年6个月，许来福2年3个月，卢志英4年5个月靳凤宇1年7个月，李大红2年，张艳红1年9个月，李凤祥1年6个月，王忠臣1年2个月，孙福硕有1年6个月，姚旺1年5个月，然后其他缓刑缓刑有3个，然后是这个季维廉1年5个月，白雪松1年，缓刑2年那么其他的孙大武的法律团队发表声明，他说这个第一，从公安侦查对孙大武等人的非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急于强推案件进程，到连续14天大部分天数的庭审时间超过12个小时的高强度疲劳审判，再到面对9个罪名20余起事件事实的复杂案件的当庭宣判，无不显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法律审判。2，我们对高碑店市法院无视绝大部分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照搬检察院的起诉书，对指控全部认定有罪感到十分的失望和遗憾。3，鉴于多名当事人当庭表示自己无罪，我们将继续为大武案提供法律服务，协助当事人提起上诉，进行申诉，直到所有的法律程序终结，直到所有的合法手段穷尽。4，我们感谢国内外各界对大武案件的关注，我们恳请大家继续关注大武案，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关注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那么孙大武是河北保定人那么1984年创办的大武集团，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的养鸡状元是因为这个评议时事引发关注，是中国大陆敢言的民营企业家。大武集团是中国500大这个民营企业之一，员工9000人。
固定资产20个亿，年产值超过30亿。孙大武办学校、办医院，规定这个村民看病、学生餐饮收费10块钱啊。当地老百姓对他有好评啊。孙大武也因为敢言得罪中共啊。2003年，大武集团因为在这个集团的网站发表他撰写的悼念李慎之以及2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时事及历史的对话，还是小康社会的建设及其难点等文章，被控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下令网站整顿停业6个月。然后就是当年5月，这个孙大武被捕，然后判刑3年，缓刑3年。孙大武在2000年的10月3号在微博发文说，有人说什么叫社会黑啊？青天白日，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熙熙攘攘，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白天活见鬼，夜里死见人啊！这就是他在微博上发的一段话。那么这起案件起源是什么？起因是因为大武集团跟当地的国营农场发生了一起这个土地纠纷啊。然后大武集团的员工和国营农场的职工发生了肢体冲突啊。那么2020年的11月11号，当地警方就是高碑店市的警方出动特警，连夜一口抓了孙大武的2口子，加上儿子儿媳2个儿子儿媳，然后这个公司高管28人，一口气甚至这个孙大武一家10几口一起抓到这个警察局啊。这个架势跟这个封建社会抄家差不多啊，就是家人抓走，公司高管全抓走啊。直到4月22号，这个孙大武和他的家属，还有这个企业高管才收到这个逮捕通知书啊。然后孙大武被这个拘押了9个月，才开始审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当然没有法律啊，也没有产权制度啊，更没有人权跟公平正义啊。你可以看，当首富马云被整治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就可以想象，这个正在被整治的滴滴它的未来是什么啊？那么当孙大武被整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所有民营企业的老板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没有人权的时候，那你的财富和地位是不可靠的啊。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饭也没得吃啊。蔡霞老师在推特上是这么说，他说习上台以来，多少人权律师被抓，多少意见人士被迫害，多少民营企业被整垮，江藏内蒙地区种族灭绝加大力度。2019年以来，武汉病毒蔓延全国，去年26省洪水泛滥，今年郑州、河南人祸水灾，人员死亡数字密不外泄。现在孙大武被捏造罪名重判18年，儿子们被判重刑，又一个任志刚的冤案。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任志刚判的是18年啊，吴晓辉也是判18年啊，孙大武也是判18年，为什么会都是18年？中国刑期有个特点啊，中国刑期的特点就是20年啊，是20年，就有期徒刑20年基本上是顶，判到20年再往上就是无期徒刑。那么往下呢，你要么呢就是20年打上，要么20年打下，20年打下就是18年。基本上判18年，意思就是顶格判了，就是用最重的刑期判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孙大武案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判断，就是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其实你可以看啊，我看了一下，我就不想念了。就孙大武在这个最后的这个自辩啊，有一段自辩的文字啊，孙大武其实他还是抱有幻想啊，你从他这段文字你可以看出来，他还是抱有幻想。孙大武案其实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那些民营企业家如果还抱有幻想的话，这件事情你就应该好好的理解一下了，就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啊。这是一个。然后今天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在这顺便讲一下啊，就是地铁5号线。郑州地铁5号线，我们在推特上看到一个两姐妹啊，因为郑州5号线的这个头七啊，郑州市民跑到这个地铁5号线的地铁口去送花、去祭奠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核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郑州市当局不让郑州市民去献花祭奠，用围板把它隔起来啊。这个我们上次节目讲过。那么中间有很多跟这个就是我们叫基本上叫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出来讲话。那么7月28号有一个视频啊，那么一些在现场经历过的人出来讲话啊，一段视频讲的是两姐妹对这个周围的民众讲述他们在地铁里围困在地铁里的一个痛苦经历。姐姐说我妹妹是最后一节车厢被救出来的，我妹妹是唯一的幸存者。她说这个地铁5号线最后一节车厢，她是唯一救出来的。妹妹说，我是在水淹到脖子的时候，我自己向前游了一个车厢活下来。什么意思呢？最后一节车厢只有她一个人活下来，因为她也往前游了一个车厢，其他的人全部都遇难。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啊，地铁当局啊，这个郑州当局啊，在隐瞒事情隐瞒到了什么地步啊？那么针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郑州水灾，这有天灾，但主要是人祸。人祸的原因是因为当局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处理它的应该做的事情，包括红色暴雨警告没有暂停，然后这个隧道也好，地铁也好，没有停运啊，没有封起来，造成这个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在这一系列的善后的过程当中，一地鸡毛啊，那么就连这个老百姓要去祭奠也不让啊，这非常的愚蠢。然后就攻击这个外国记者啊，环球时报来洗地，说这个西方媒体长期扮演抹黑中国的角色，所以这个中国的民众就去攻击他。然后外国记者协会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7号发表声明谴责这些行为。他这么说，他说这个声明列举了这个外国记者在网络上和在河南当地受到骚扰的行为，包括河南共青团在微博上呼吁民众通报 BBC 记者Robin Brandt 的行踪，在河南当地的外国记者被当地市民包围并强迫删除拍摄的画面，以及外国记者收到的死亡威胁。声明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于中国对外国记者越来越大的敌意感到失望，而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是造成这种情绪的基础。中国官员或者官方组织有时会鼓吹相关的情绪，
在网上批评者就是说批评者错误的指责外国记者是间谍和叛国者，并向他们发出威胁信息。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坚守其承诺，允许外国记者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各地进行报道，并坚持其保护人民安全的责任。这外国记者的就是声明。那我们之前也对这个攻击外媒的这些情况，我也做过一些分析我就不再说了。但这里面有4点：第一，中国民众根本看不到外媒的报道，外国记者的报道，他愤怒个鸟啊！他愤怒啥 ？BBC 报道什么？他看得到吗？他根本看不到。所以呢，所有针对外国记者的攻击，肯定不是自发的，也不是民众自发的行为这是有组织的。谁在组织？中国政府在组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攻击外国记者是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的一部分也是维稳措施之一。第四，掩盖真相是徒劳的，掩盖真相只能在一个时空内有效，但是离开了这个时空就是无效了，真相始终会大白那么河南水灾一地鸡毛，愚蠢又蛮横，只是把他们的这个特征展示给大家看而已。所以我在这里顺便就把这件事情讲一下那么南京疫情陡升155感染，4名重症那么其中4名是重症另外，这个南京的疫情外溢到了江苏省的数千在内的5省9市。外溢什么意思？就是传播出去了，就是传播到了5省9市。南京市本身的高风险区域已经增加到40个，40个。所以，南京疫情的爆发证明了3点：第一，国产疫苗没有卵用第二个，中国继续采取这个无疫苗的防控措施。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南京，还是云南，还是其他地方，最近过去一段时间，只要当地爆发疫情，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它的特点，就叫无疫苗防控措施，就是假设没有疫苗。虽然中国早就去年12月就说它有疫苗，但其实它的疫苗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中国将继续受到疫情区域性爆发的袭扰这种事情会不断的爆发。这件事情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就一直在讲中国用这种封闭 lockdown 就是封闭的方式来控制疫情有效吗？有效，局部是有效但是它不能够消灭病毒，它只能让疫情控制住，那就要付出2个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的代价，老百姓在封闭在家里，这是一个老百姓在付出代价。第二个，社会跟经济付出代价。所以你可以看到，由于疫苗的无效那么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南京这次的这个疫情爆发病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是 Delta 变异毒株那么而且它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这是这次疫情爆发的一个特点。在7月28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通报那么新增当天7月28号南京市新增这个确诊病例47例一天，所以非常厉害其中5例为无症状新增无症状病例1例那么155人当中，江宁是132丽水是11然后是建业、鼓楼各3，高淳2例，玄武区、秦淮区、栖霞区雨花台区那么各1例
那么南京市目前有高风险地区4个，中度风险区域36个，共涉及江宁区、溧水区、高淳区、建邺区、秦淮区、玄武区、鼓楼区、栖霞区8个行政区域啊。那么杨大所说啊，那么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那么新增的病例主要集中在禄口机场和周边地区，而且报告的病例当中发现多起聚集性的疫情。那么他承认这个南京市现在的防御形势严峻啊。那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他说，从发病的日期来看，南京26号以后病例快速上升啊，符合这个武汉肺炎流行的特点啊。他说，本轮的疫情发生场所特殊性主要是在机场啊，早期感染病例出现在机舱保洁人员，导致这个病毒先在机舱保洁人员快速传播，后通过这个社会活动、工作环境的污染，造成疫情的进一步的传播啊。那么毒株就是 Delta 的传播能力很强，传播速度很快。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南京市开始进行，基本上虽然没有叫封城，但这个基本上跟封城差不多了啊。疫情指挥部宣布，第一，公众场合严格大型活动管理，减少聚餐，暂停电影院等密闭场所的经营，超市等重点场所限流管控啊，严格所有的这个疫情防控、医疗机构防控规定，非必要不得外出，不得离开南京市啊，就是医疗人员。然后就是居民小区的措施就是严格小区管理，全面核查登记，强化封闭管控，规范居家隔离，加强环境消杀，非居住本小区的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区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小区要封闭管理，如果你来自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不能够进入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7月27号下午，防控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要求进一步加强路口街道维和区域的疫情防控措施，出入口24小时严格测温验码所有的外卖快递不得进入。我就不知道他不让这个外卖进入，大家吃什么？那么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管控更加严格。那么比如说建邺区的这个中度风险地区，小区规定只进不出啊，然后对这个居民进行这个核酸检测26号下午5点。南京发布通告，7月27号0时起，南京市这个8个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那么南京市江宁汽车站21号已经暂停运营。那么全市旅游包车业务，全市19条毗邻公交线缩线至市内运营，出租车、网约车不得离开南京就基本上是南京封城那么离开南京检验全部都要检验3点。第一，能够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的，而且健康码为绿色的，可以自由通行，这第一个。第二个，离开南京第二个，不能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或健康码为黄色的，劝返。第三个，健康码为红色，禁止驾乘人员离开车辆，然后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就是你开着车出去一看红色，直接你车都别出，直接去隔离
然后就是南京的医院，2级以上医院全面进行这个预约挂号啊，就不能够直接去了，除了急诊和发热门诊以外，所有的2级以上的医院全部预约挂号。那么南京本轮的这个疫情已经已经传播到了9个城市，这9个城市分别是辽宁沈阳、安徽马鞍山，和县，安徽芜湖，山东中山，广东中山，广东珠海，四川绵阳，四川泸州，辽宁大连，江苏宿迁，泗阳县，基本上跟什么有关？基本上跟这个禄口机场的这个经停有关啊。大体上是这样。那么目前云南的疫情并没有结束。7月27号，这个云南新增本土病例2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瑞丽解告严控区隔离人员核酸检测发现。云南还没有结束，云南是从上个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好，这第二个主题。第3个，我们讲讲这个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中国宣布7月28号宣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担任这个新一任驻美大使。那么中国官方传媒包括一些外宣都在渲染秦刚的这件事情。渲染什么呢？把秦刚描述成一个硬派，强硬派那么他到底有多强硬？我们来看一下啊。秦刚呢是55岁毕业于北京关系学院。北京关系学院就是基本上是外交官的摇篮。那么他在外交系统任职了30年，3次赴美这个驻英大使馆工作。2010年出任驻英大使，2005年和2005年到2010年先后2次担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2014年担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18年升任副部长那么分管欧洲事务，包括礼宾和新门。秦刚的特点，第一，没有他的主要的外交经验主要在欧洲主要是英国那么他没有美国经验，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第二，据说习近平信任他，我不知道这个不好说，这也就是他跟习近平知道，也可能也就习近平知道，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是他当礼宾司司长期间有2次美国总统访华一个就是奥巴马，一个就是这个川普所以呢他安排了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安排了奥巴马跟这个习近平的会谈这2次会谈都是他安排的那么不知道怎么评价，但你只能看到这么多。然后中国官方媒体就说秦刚有几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向美国传达中方的立场和诉求，让美国有解决问题的意识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居高临下了然后第2个呢就是管控中美关系一个大使能够管控中美关系避免中美关系恶化。第3个就是筹备习近平跟拜登的会谈。这3个任务呢我们姑且不论吧，但是你看一下任何一个大使他有3件事，有3个任务，任何一个你派一个大使去这个国家，第一件事情观察。大使你到了这个国家那你要收集这个国家的这个情报通过这个风土人情，通过官场的接触，观察这个国家发生什么情况，这是第一个任务第2个任务就是安抚，就是说有什么问题，
你在现场，你就要安抚对方，对方要是生气了，把他消气啊。对方我们有什么想法，你要去实现，就是安抚对方啊，就是做对方的工作。第三个就是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务，就是穿针引线，各种穿针引线，比如说领导要见面，那要安排啊，就是穿针引线。基本上一个大使你就要做这三方面的工作。所以呢，你要做这三方面工作，那你就需要建立联系，建立各种关系，跟上中下各个方面都建立很好的关系，你才能完成这三个任务啊。而且中国驻美大使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中国要在世界上活好了，过好了，跟大家相处的好，首先要解决的是就是对美关系。所以呢，驻美大使很特殊，所以你基本上看中国，前一任是崔天凯啊，崔天凯当时也是副部长，再往前就是杨洁篪啊，杨洁篪是比较成功的驻美大使，崔天凯还行吧，崔天凯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正常的关系转变为战狼外交的一个这样的转变过程啊。那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很强硬的话，如果你真的很强硬啊，那你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你强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现在的政治气氛是什么？美国现在的政治气氛都是准备，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是要找中国算账啊。那你在这个都是要求全面对付中国，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你再来强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啥都干不了，对吗？或者是你根本就发挥不了这个大使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战狼外交除了野蛮就是愚蠢，因为根本不存在强硬的一个强硬的大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大使，你还不如不派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再讲一个简单的吧啊，我看到还有一个新闻我还想讲，但是也不特别大，就是王毅见谁呢？王毅见那个塔利班的代表啊。新闻是这么说啊，就是阿塔宗教委员会，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访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啊。那么，王毅说啊，中国是阿富汗最大的邻国，始终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啊，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然后，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对阿政策的失败。阿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啊。然后他说，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塔利班不是吗？很搞笑啊！然后这个阿塔绝不允许。阿塔说啊，巴拉达尔对有机会到访中国表示感谢，然后说这个阿富汗中国是阿富汗人民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希望这个中国这个投资阿富汗，阿塔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等等啊。这件事情呢很搞笑，搞笑在哪里呢？塔利班基本上是一个被国际认定为的恐怖组织，虽然他现在已经大部分控制了阿富汗。那么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中国是准备填补美国撤离之后出现的一个真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
中国跟塔利班的站在一起，什么效果呢？这个国际观感会非常的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本身是有风险啊，中国本身是有风险啊。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力量比现实的利益影响来的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放长双眼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后果是什么。我认为中国一定会付出代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明谢 Johnny Walker， 谢谢刘毅，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陈基呢，谢谢，祝王先生生日快乐，默默关注你1年多，去年的今天网友给你祝贺生日，我在日历上做了个标记，今天特意赶来参加直播，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和感谢，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让我在混沌中仍能够得到正义的力量非常感谢网友的祝福那么我今天生日我也在这里非常高兴的跟大家分享我生日的喜悦心情那么我也为我拥有这么多的热情的网友感到高兴谢谢大家的支持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动力，也是我继续做这个节目的源泉，力量的源泉谢谢大家，谢谢情绪，昨天看到新闻提起孙大武律师，说至少政府各种阻挠，我就在想，任志强被判了18年，孙大武应该不会比任志强少。在强国真的说你有罪就有罪情况，国内的人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一个郑州朋友圈发了，让大家举报外国记者，自己家里都发水淹了，他还关心外媒抹黑。南京一群里讨论疫情时，说到疫苗花不花钱，有没有效果时，一个企业办公室的文员立马跳出来指责，不该说你不爱国，身在福中不知福等等观点：河南拉扯外国记者的和阻挠献花现场两姊妹说实话都是年富力强的人，这种年龄段的人在灾后一定很忙的，哪有时间闲逛？另外，他们都阻止群众说真相，这个也反常。按理说，老百姓都想听详细经过，不会阻止说下去，所以应该很多是派下来维稳非常对。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 CCP 那么害怕民众的鲜花吊唁，要用挡板挡起来？民众拆了又遮挡起来，只是怕泄露真实人数，还是有其他的考虑？没什么考虑，就是一点。大家想一下，这是一个地铁出口，地铁出口已经封了，那么很多民众在这里献花，花越献越多，越献越多。我在推特上说，我一看，哟，这么多花，那这么多花，那只说12个人可能不够吧？我会这么想我相信其他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怎么办当局就把这个花给围起来，围起来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这献花现场其实是个什么？是个象征象征我们这里发生了一场灾难，而灾难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人祸这种人祸，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想到他的人祸。心虚嘛，心虚不就把它围起来？围起来的最大的特点是，围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虚嘛所以没什么考虑，就是心虚观点：国内很多民众根本不懂得翻墙他只会看官方媒体把国外对中国报道进行2次加工后的新闻，再加上所有和官方不一致的消息来源进行删
和封号，民众只能接受一种信息来源，就是经过加工扭曲的国外新闻，所以他们对外国记者充满所谓的仇恨，一点也不奇怪。提问，美国在与中共接触中屡次提到从实力的角度出发，这当然是事实，但也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在一般的外交斡旋中很少出现。对于一向好大喜功、梦想成为伟大领袖的习，显然是一种羞辱。杨洁篪和王毅的激烈反应说明了这一点。请问王老师，美国如果有达成任何共识的愿望，为什么还要强调这一点？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呢，意思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就是一个很不客气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啊，你要想想后果，我是有实力的，我跟你讲话不是出于礼貌，是出于实力。当然，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这是非常强硬的一句话。那美国是想达成任何共识，为什么还要强调这一点？美国并不是一定要跟你达成共识，美国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两条。第一条，这件事情不能做，我反对，这是第一个。如果你继续做，那你就要承担后果，我就会采取措施反制这个行为，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我们最好能够合作，不能合作也没关系，我们就对抗或者竞争呗。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美国只是出于礼貌，很多表达是出于礼貌，不讲的那么直白，但是意思是很清楚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跟塔利班接触会如何改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通过“一带一路”啊。那么跟塔利班的接触，当然中国是想在阿富汗填补美国撤离后的真空啊。另外一方面，也是防止这个塔利班的势力对这个新疆的影响。中国最担心的还是对新疆的影响。那么它还不仅仅是在中亚的影响力的平台，主要是一带一路。但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呢，是有一点顾忌的，就是说，中亚地区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在这个地方施加影响力，俄罗斯是不高兴，所以实际上也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和容易。提问：中国对施打疫苗后仍然大规模感染的状况，解释是因为病毒变异，疫苗是针对原始病毒，疫苗并非无效。请问王先生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驳斥这个辩解？不需要驳斥，我们早就有节目说过，中国的疫苗是没有效果。中国自己的疾控中心的专家自己都讲过，中国的疫苗是不能够防止、不能够抵御感染。那你疫苗不能抵御感染，你疫苗不是无效是什么？这不是我们说的，是中国的疾控中心的专家自己讲啊，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已经讲了几个月了，所以他自己讲是没有效果。中国的疫苗唯一的作用是什么？他自己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他说中国的疫苗的作用就是让你感染了之后呢，没有那么严重，病情不会那么严重。它第一不会防止你感染，第二也不会让你这件事情不存在，就是不会让你不传染，就是它这两个都实现不了，它只能唯一实现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病情没那么严重，仅此而已。所以你不需要反驳他，你只要把那个疾控中心的专家的话调出来，上我们的视频里面查一下就有啊，非常清楚啊。情况刚刚举重夺冠，一个中国运动员一口一个我操，在台上大喊，顺着直播传播到世界各地，国内反而认为这是霸气外露，泱泱大国连表达激动都要脏话表达，可悲。这不是
公共场合应该有公共场合的态度和礼仪啊。那么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这方面的规范，中国人也不懂得这么去表达，所以这就是这个结果。提问：昨天晚上的直播里说，出生人口下降与教培行业团灭不是因果关系，请问王先生，从目前来看，教培行业团灭顶的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起头，被下面过度执行导致的结果吗？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教培行业的团灭是习近平的个人好恶啊，这当然不是。这是中共对教育的垄断啊。中共对教育这件事情，那是这样。首先，我们讲教培行业的大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教培行业的大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资源不足。一般来说，我们讲，公共教育或者是政府支持的公共教育，应该是个全覆盖，就是说能够覆盖所有的教育需求，或者是基础教育的需求啊。那么保障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个适龄儿童得到基本的教育，这是教育公平的一个需要。那么，如果你政府提供了这个主要的全覆盖性的公共教育资源的话，那么教培行业有发展空间啊，有发展空间，但是不会像现在的教培行业有这么大的规模。中国的教培行业一年有3万亿的产值，为什么？因为公共教育的资源不足，大量的公共教育大量的需求满足不了呢，教培行业就去满足，当他去满足的这行业就发展起来。但是呢，中共一发现，哎呦不行啊，这么多的孩子不在我们手里啊，在别人手里啊，读着别人给他的教材，讲的他们不是我们批准的话，那怎么行？那怎么办？我就要把这个教育的阵地抢回来，叫占领阵地。占领阵地怎么办？那你要消灭现在在阵地上的这些人啊，已经占领的这个阵地的人，那就是教培行业啊。说为什么要团灭教培行业的原因，跟人口政策有没有关系？有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什么？因果关系就是中共要拿回完全的教育的控制权，这是直接原因。理解吗？就是一个这么个原因啊，不是跟个人爱好不一样，这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想法、思路和政策啊。但是这个结果会什么？我认为啊，这个结果可能是两头不到岸。还是那句话，因为你的教育资源不足，你的覆盖不到位，教培行业就发展起来。那好，你现在把教培行业全灭掉，团灭之后，那你可以去全覆盖，那没有问题啊。但问题是，你知道全覆盖意味着什么吗？全覆盖就意味着你要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那原来教培行业那都是投入的，那么新东方这一个个都在投，高途这些机构，那大量的投资，你才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如果你不投入的话，那教育资源仍然是那么多，你或者是你投入不足够的话，那需求还是得不到满足。需求得不到满足，那可能就是半吊子。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肯定是没有那么多资源拿出来去覆盖那么多需求，没有。它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把阵地上的这个阵地的原有的人全部消灭掉，但阵地荒着，那么然后阵地上就开始长其他的草，这可能的情况是这样啊。提问：刚才看到有人竟然说河南和6号台风都是美国气象武器，请问王老师，中国人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怎么没有一点点逻辑思维能力？那他是不是傻？那是什么？那是别有用心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傻瓜？我不觉得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傻瓜肯定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提问，请问王老师，这个国家机器背后是谁在操控？似乎有一双在左右整个国家的关键重要的，这双手到底是谁？把它分化为个人，似乎根本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位置。你的意思是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吗？这个国家就是中共在控制啊，中共是目前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一个独裁的政党。这个政党的最高领导者就是习近平啊。他为什么？所以你可以看为什么事情都办得这么烂，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所有的权利都在他那里啊，所以其他的人就看着他啊，所以这就是现实啊。所以那双手是谁的手？习近平的手还能是谁的手？肯定不是你的手，也不是我的手，对吗？情况前几天，中国日报微博转发路透社的报道，中国举重首金的女生面目有些狰狞，但十分努力的照片，说人家故意抹黑，故意丑化中国。结果有人翻出中国日报英文版自己的照片，几乎是类似的，也是面目狰狞的举重照片。人家那明明是努力的照片，全世界没有人认为会是丑的，他们刻意引导仇恨，可见一斑。提问：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将进入南中国海，请问王先生对香港的问题有什么具体影响？英国的航母开了3个月还没开到南海，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等运气吧，大概是。我很不耻英国到现在迟迟没有对就香港的局势做出任何有效有意义的行动，我非常不耻。所以他有什么具体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南海去。他现在在新加坡新加坡还要整修，还要演习他是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走，慢慢看形势了。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老实讲，我不欣赏，我真的很不欣赏，我觉得他们很鸟所以我不想说他们等他们做出事情来，我们再来讲，好吗？情况：成都疫情爆发，部分小区封闭，附近小区全员检测，有2个家庭参加观看张家界魅力湘西的表演，全部中标那这个又开始了成都又来了，成都、湖南都来了看来这疫情还是很凶猛，疫苗没有卵用情绪跟王先生节目1年多，起初感觉王老师的风格缺少激情，但是到了今天，不仅天天等节目，而且在生活中给家人朋友默默的传播老师的观点，懂得了客观、良知、理性，这些都是我们这种强国人需要重新塑造、学习的东西。感谢王先生的辛勤劳动和正义良知，请大家继续为王老师点赞，祝老师身体安康，谢谢提问：请问王老师，对各类上市公司或者有可能上市的公司打压，是否是对华尔街投资金融的示威？华尔街应该对美国的政党也有些影响力，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当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什么结论？第一个，针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从蚂蚁集团上市开始，一直到今年的这个滴滴这一路以来是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实际上是对华尔街的打压。为什么？因为华尔街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很多都持有他们的股票，这是第一个冲击。第二个冲击就是这2家公司一个是蚂蚁，一个是滴滴这2个都是华尔街的重头戏。
这个重头戏是什么？一个是上市，上市没上成；一个是上市之后被折腾。但打的现在都我不知道多少钱了，有没有8块钱？我可能没有8块钱了。从上市12块钱，现在可能8块钱都不到。那你想一下，对华尔街来说，华尔街的投行和证券公司，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为上市做服务工作的，什么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等等，这一系列的，那全部都打沉。也就是说，华尔街这一套人马将会失去帮助中国企业到华尔街上市、到美国上市的动力，因为这件事情风险无限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概股，那你这个教培行业团灭，那么原有投资这个教培行业的这个风投也好，投资银行也好等等，那这全部都要亏损。所以你这从头到尾这一串下来，华尔街怎么样？华尔街全得罪了，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什么？都是政府有意为之。那我们经常讲华尔街，我经常讲，我自己经常讲，我说华尔街是中共在美国唯一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们华尔街可以通过中共挣到钱。但是你这一下来，挣不挣到钱？不仅没有挣到钱，赔的裤子都赔没了。你把华尔街全得罪了。你做的这些动作，让所有的华尔街人都认为中国不要碰，5年之内跟中国有关的投资都不要碰，这就是结果。你影响什么美国政策？华尔街原来帮中国说话啊，有什么都你看什么黑石的那个老板，那几个老板，你现在见他出来说话吗？怎么会出来说话？他要出来说话被人群殴好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呀。所以华尔街去影响你首先你现在的从去年到现在这一系列行动下来，华尔街我们一点都不用保留的说，华尔街从街头到街尾，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别碰中国。那当他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谁帮你说话？没有人帮。所以中国就失去了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朋友。第一个朋友是谁？是熊猫派。中国在美国的第一个朋友就是熊猫派，中间有一串，那最后一个朋友是谁？华尔街，现在也不是了，已经不是朋友了。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讲，在美国国内，除了5毛，除了这个大外宣，已经再也没有人帮中国说话，这就是影响。那没有人帮中国说话，怎么影响对华政策？情况，医院的朋友透露，近期开会要求严查上环避孕和引产手术。引产需要出具3甲医院的 B 超和证明，另外需要制表上报。原本是2张表，现在增加了6张表，上交给村委和乡政府。中共就是这样啊，中共你就是中共的生育工具，不让生的时候就不让生啊，让生的时候就不让你引产。情况是有南京人，父母在国内，据说生意没停，但进出单位查得很严，各大社区2次筛查，大家开始相信疫苗没用。情况，河南浚县王庄乡渭河段现在还在泄洪，乡政府昨天让百姓全员撤离，乡里牺牲小家保上游的宣誓活动，全背景大红旗红布，看着非常瘆人，和电影中的法西斯宣誓一个场景。情况，我的家乡河南浚县史称黎阳，曾经是万亩良田，为了泄洪，河南省有6个泄洪区，浚县占了4个，受灾移民皆是农民，转移民目前紧缺救生用品、生活用品和药品。
为了保住上游城市，今天整个县被泄洪淹得只剩下县城和一个镇了，上万人不得不抛家舍产。3个国家级高标准农田、万亩示范田已经变成一片汪洋。怎么说呢？中国老百姓付出的代价都是原因是什么？源于中共的无能和愚蠢。明谢，明谢我就只念名字了哈，因为有点长。亲请谢谢，龟仙人谢谢 ，Rick Han 谢谢 ，Stephen Lee 谢谢，汉阳谢谢，徐自安谢谢 ，SYU 谢谢 ，N Kong 谢谢 ，J 赵谢谢 ，KDK 谢谢，大李大谢谢，三根铜谢谢 ，Chelsea 徐谢谢 ，Coach Potato 谢谢 ，Helen 谢谢 ，Maggie C 谢谢 ，Technolove 谢谢 ，John W 谢谢 ，Matthew Brave 谢谢。John Wang 谢谢 ，Frank 王谢谢 ，Jackie 平谢谢，林家锦，谢谢，Chin 谢谢，韩国网友谢谢，李徐谢谢 ，Ken 0115谢谢 ，Selin 谢谢，Selin 钱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生日祝福，非常感谢，谢谢大家。